中国这回是真的飞不下了。曾经满天飞舞的私人飞机，如今在中国大地上成了稀罕货。路透社最新爆料，中国的富豪们正被经济寒潮和中国的政策双重暴击，私人飞机数量直接腰斩，连天上的面子都保不住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印度、日本这些邻居却在扶摇直上，私人飞机越买越多，财富像开了挂一样飙升。这对比简直要把中国人的脸打肿了。先来看看这波坠机有多惨。根据亚翔航空的最新数据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大陆、香港和澳门的私人飞机总数已经从2017年的巅峰481架跌到了可怜的320架，暴跌1/3。这可不是小数字，要知道，一架私人飞机动辄几千万美元，这意味着至少数百亿的财富直接蒸发。而反观亚太其他国家，同期私人飞机数量却猛增了20%，印度直接涨了25%，日本和澳大利亚也不甘示弱，增幅都在15%以上。这差距简直让人怀疑中国是不是被开除出了亚洲富豪圈。再翻翻具体账本，更扎心了。以法国达索航空的猎鹰 8X 为例，这款富豪标配的远程私人飞机，二手价都高达4200万美元。以前中国土豪们买这玩意儿跟买菜似的，现在呢，连二手市场都冷得像冰窖。据全球私人飞机租赁巨头维斯达公务机透露，他们2023年在中国市场的订单量比疫情前暴跌了40%，而东南亚和日本的订单却涨了35%。这还不算完，美国航空周刊情报网的数据显示，亚太地区的私人飞机市场未来10年预计年增长率能达到2.1%，碾压全球平均的1.4%，但中国几乎被预测原地踏步，甚至可能继续下滑。这背后是啥原因？简单来说，中国经济这几年像是被摁了暂停键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 GDP 增速仅为 4.8%， 创下近30年新低，比印度 7.2% 和越南 6.5% 差了一大截。更别提房地产这个财富发动机彻底熄火了。中国恒大集团从2021年开始债务暴雷，欠下超过3000亿美元的巨债，直接拖垮了一堆地产大佬。彭博社统计，2023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破产企业数量激增了 78%， 这些老板们以前可是私人飞机的主力买家，现在却忙着卖飞机还债。更讽刺的是，不少飞机直接被转移到了新加坡和日本，富豪们宁可把资产藏到国外，也不愿留在中国共度难关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这几年搞的共同富裕政策直接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2020年开始，长期风控让经济雪上加霜，之后又是一堆打土豪运动，加强监管，逼企业捐款，打击炫富，连个私人飞机都不让你安心飞。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私人飞机的商务飞行小时数比2019年锐减了 55%， 而同期印度却增长了 30%。 这还不算那些被劝退的富豪。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，2023年中国100万美元以上富豪人数减少了 8%， 净流出海外的资产高达1200亿美元。这钱要是留在中国，能买多少架飞机啊？再看看邻国的风光，简直是冰火两重天。印度这几年靠着全球供应链转移，成了新的财富收割机。根据印度民航总局的数据，2019年印度的私人飞机数量还只有135架，到2023年已经飙升到168架，增幅近 25%。这还不算印度富豪的买热情。据福布斯统计，2023年印度新增亿万富翁人数达到19人，同期中国却减少了12人。日本也不甘示弱
2023年私人飞机数量从2017年的92架涨到了108架，背后是日本经济在日元贬值下的出口红利。越南、泰国这些小弟更是闷声发大财，私人飞机数量基数虽小，但增幅都在20%以上。这对比一拉开，中国的悲惨简直让人不忍直视。曾经是中国富豪标配的私人飞机，如今成了烫手山芋。根据亚翔航空咨询总监丹尼斯·刘的说法，中国企业飞行的使用率已经跌到了谷底，连带着整个航空服务产业链都跟着遭殃。中国民航协会的内部报告显示，2023年因私人飞机减少，直接导致相关维修、飞行员、调度等岗位流失了至少10万个就业机会。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如果算上上下游的物流、制造、燃料供应等行业，受到波及的就业人数可能高达60万。这数字一摆出来，谁看了不心惊？更别提这波经济拖累的蝴蝶效应了。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高端消费品进口额同比下降了15%，而同期印度的奢侈品市场却增长了22%。这意味着啥？中国的富豪们不仅买不起飞机，连 LV 包包都得少买几个了。而印度富豪呢，一边开着新买的私人飞机，一边在孟买的豪宅里开派对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。这还不算最惨的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指出，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到4.2%，而印度预计还能保持6.8%的增长。这差距一拉开，私人飞机的数量差值会越来越大。更可怕的是，美国正在加大对中国的经济遏制。2023年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总额达到1800亿美元，这让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中国出口企业雪上加霜。反过来，印度和越南却成了美国去中国化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，外资流入量分别增长了35%和28%。再算一笔账，感受下这波冲击有多狠。以一架猎鹰 8X 为例，假设一个中国富豪以前每年飞100小时，每小时成本1.5万美元，一年就是150万美元的开销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飞机卖了不说，连这150万都得省下来还债。而印度富豪呢，同期可能多买一架飞机，每年多花200万美元都不眨眼。这账一算，中国富豪的日子真是穷得叮当响。更讽刺的是，前几年中国民航局还在吹嘘私人航空市场潜力无限，还喊着要赶超欧美。现在好了，赶超没看到，自己先摔了个大跟头。维斯达公务机的首席商务官伊恩·摩尔直言不讳，5年前中国还是亚洲私人飞机的核心，现在完全被印度和日本甩开了。这话听着简直像是在中国富豪的伤口上撒盐。这波私人飞机暴跌，不只是富豪的悲剧，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，2023年中国私人消费占 GDP 比重仅为38%，远低于印度的60%和日本的55%。这说明啥？中国老百姓的钱包瘪了，富豪的钱包也瘪了，整个国家都飞不起来了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社科院的预测显示，如果经济再这么拖下去，到2025年中国的私人飞机数量可能跌破300架，直接回到10年前的水平。说到底，中国私人飞机这几年之所以能飞得高，靠的是房地产泡沫和政策宽松撑起来的虚假繁荣。现在泡沫破了，政策收紧了，富豪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一个个往下栽。反观印度、日本这些邻国，靠着实打实的经济增长和外资红利，私人飞机越飞越高。有意思的是，前几天还有官媒喊话，我们要稳住经济，提振信心。这话听着挺振奋，可现实呢？
富豪的飞机都卖了，老百姓的存款也缩水了，这信心咋提振？要我说啊，中国与其在这死撑，不如赶紧想想怎么转型，不然这波经济寒冬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。这私人飞机的坠落可不只是天上的事儿，更是地上的危机啊！